收看关键时刻。当这一周习近平祭出稀土战之后，他打的是什么？我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当你美国用晶片来卡我的时候，我就用我的稀土来卡你。而且他非常洋洋得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有起到作用了，甚至还派出李成钢直接跟美国的谈判代表讲得非常明白，我要让你美国吃所谓的地狱之火。这一周对习近平来说，我真的是赢麻了。但没有想到一周过去之后，整个国际局势风云变色。这风云变色，习近平也感受到了。为什么？你看到彭博怎么形容？他说，习近平的稀土冲击让川普有机会赢得美国盟友的支持。什么概念？因为当今天习近平他的稀土政策一丢下去之后，全世界全都中招了，包括欧洲，包括了美国，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气。原本习近平的这一招所谓稀土战，他认为说可以让美国屈服，就没想到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来说，好像有一点打过头。为什么打过头？现在呢，中国原本这一次的稀土战呢是中国发动，对，就中国在礼拜四的时候，居然就说，你美国在刻意煽动所谓的恐慌，然后导致了你让这个全世界好像真的认为说稀土会恐慌，会有短缺的这个状况。不是你发起的吗？他反而指责美国啊。好，那我觉得这就很像什么呢？很像就是说有一个流氓啊，他能拿那个枪来恐吓大家，结果当有一个人就说，你看他有枪，你会打死你，就比较我还指责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先拿着枪指着人家，当然大家可以这样煽动啊。可我觉得美国也是趁机煽动。那为什么美国趁机煽动？因为这样煽动的结果是大家都怕了。你看，这是布伦伯格就说，习近平的稀土冲击让川普有机会赢回美国盟友的支持。而且你看，他直接说洗哦，对，就是你习近平对美国所推出来的。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稀土管制范围太广，你知道吗？稀土管制几乎是到汽车产业、军工产业，还有我们一般的手机，还有什么一大堆产业，全部都需要用到稀土，全部都中的，半导体全部都中。但这个每一个国家都会中啊，所以原本你要对付美国，就你现在是对付到全世界，所以大家才会团结起来对付你啊。好，所以有一个有意思的画面来了。你知道昨天的时候呢，这样发生了一件事。普丁居然主动打电话给这个川普啊，而且他们两个讲了2.5个小时，然后讲什么呢？讲这个川普就说，我们在讲怎么结束俄乌战争，然后我们在讲什么？讲说俄乌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跟俄罗斯的贸易进程怎么去推进，然后还说什么？我们准备在几个礼拜之内，我们两个要进行一个高峰会，那会面的地点就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都讲好，有可能会是在 APEC 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呢。所以呢，连俄罗斯都开始跟你接触啊，那甚至连什么，连印度这几天听说莫迪打电话给川普说好啦，我决定我也不要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了，我不买油了。对，好，所以为什么会这样风云变色？就是因为你中国打过头，反正让他觉得说，你安那是你把队伍丢过，你把队伍逼够，你把队伍丢过啊，所以为什么办？在川普一声令下之后，大家又回归到美国的行列里面来，而且像大家非常怕什么？光是一个稀土，刚刚讲，基本上各个产业都会中，而且全球很多国家都中了。结果真的像你刚刚讲，对，贝森特直接讲非常非常白，他说，今天有个全新的联盟，全球的国际联盟要来了。这国际联盟非常简单，我就是要应对你的稀土，应对什么？我们今天要全力的围堵中国。原本4月的时候，那时候川普不是打对等关税？对，对等一打出来的时候，中国很开心啊，你等于是让美国跟全世界都为敌啊。我趁机要拉拢，就拉拢。我们最拉拢到最关键的时候就是这个画面嘛。你看，全世界国家都去了，普丁也去了，印度也去了，很多国家都去了。这当时是好像全世界都跟美国为敌。可是你看，几个礼拜之内。现在普丁这个所谓的莫迪打电话跟这个川普说，我不买俄罗斯油。然后现在呢，普丁也打电话给这个川普说，我要跟你谈未来战后的状况。为什么这样？因为你的稀土打过头啊！他们当时这么好，还在交头接耳。对，那时候习近平笑得多开心。对，跟美国不太好的都站在我这了，我才是世界的多。对，而且当时还畅谈长生不老之术，结果才几个月，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完全倒。为什么？我就说嘛，你看这时候呢。这个贝森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现在是形成一个国际联盟，美方跟欧洲的盟友、澳洲、加拿大、印度还有亚洲民主国家进行对话，制定全面的应对政策。那但是不是随便讲讲？你看这日本的财务大臣说什么？我们 G7 要团结应对中国的行动。对，中国行动是什么？就是这一次的稀土。好，另外一个
德国的财政部长也说 G7 要采取联合活动，然后这个澳洲总理下礼拜要去华盛顿，他也说我要跟华盛顿、美国来合作这个稀土供应链。对，所以你看，反正各国都说，你中国来走哦，真的会影响到大家。好，那这样，葛利尔这时候呢又插上一刀。为什么插上一刀？他说呢，你这个中国管制稀土的想象呢，这个措施范围难以想象。他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他说 unimaginable， 对不对？然后他说可能让南韩跟澳洲之间的智慧型手机贸易，美国制造的这个汽车出口，还有墨西哥的运作都完全被中断，全世界都中招了。所以我就说这是全世界中断。那他说你看中国说我没有禁止，我只是说你要来申请嘛。但是他说，如果北京如当初所说，选择性的执行相关的措施，但出口许可文件，因为大家都要，每一个产品几乎都要。那好，照我跟你讲，可能一家公司就要写500-600封了。对，500-600封信写给你的时候，你中国有办法处理吗？而且他不是说你还要用中文写，对，他还要去找中文的会写的人写给你，然后还要用中国的格式寄给你。请问有人做了那么多？那中国有这么多人可以处理这么多文书吗？中国会行政负担会增加，然后的审批程序会很慢，然后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稀土的这个供应链。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人家都指责说你的风险是在你已经玩过头了，因为你干扰到全世界的稀土元素的供应链的时候，外界都认为说北京你根本就不是针对美国而来，你是针对全世界而来。所以你看，连这个外媒都说这张卡脖子的稀土牌，习近平是不是打过头了？所以现在反而就是因为用力过猛，让全世界都紧张。好，那我们跟你讲，那稀土真的有那么重要？我跟他讲，还真的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稀土管制里面来说话，因为它被叫做工业维他命，对，就是说你只要呢在原本的这个东西里面加入一点点稀土元素，就会改变它的所有的作用。那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如果改变所有的这个审批的话，你看对日本、韩国、德国、荷兰、台湾、美国等等的非中供应链形成非常大的断供应链的压力。为什么那样？你要这个东西，当然对台湾来讲，台积电昨天有说嘛，说基本上对我们台积电生产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什么设备业者会有影响。你看，这是艾斯摩尔，艾斯摩尔就是极紫外光机嘛。那极紫外光机里面来说，我们就以艾斯摩尔为例，艾斯摩尔的极紫外光机里面它有什么？它有晶圆台跟掩护台，这两个东西要它是我们讲。这艾斯摩尔一个画面是它在这个上面光刻，然后另外你还有一个手呢，要同时同步。对，那这东西你要送进去的时候，你要那个角度或是时间要一模一样的时间，否则你就没办法复制过来。你要那么高的精准度的时候，它是需要用一种永磁磁铁，叫做乳铁硼的永磁磁铁，我才能够那么精准的到达那个位置。你知道吗？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哦。它是这样一直快，那你要那么快的精准的速度，你要知道，它刻下去是一种纳米级的光在这里面啊，纳米级是我们看不到，你那个一微小的波动，你就毁了，没办法同步就毁了。那因为有这个电子，有那个所谓的加入，它就像这样打下去，而且一格一格它都是非常非常准的。对，那你要乳铁硼的这个磁铁掺在里面的话，你输入就可以非常精准。再来就是说，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我们每一个进去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所谓磁铁在带动，那是你要一直不断的这样运作的时候，你知道会出什么问题吗？它温度会很高。对，温度很高了没问题，我只要加入一点锗跟锗加进去之后，它的温度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到了一个状况之后，它就会稳定在那个地方，所以它等于是改变了它为什么外光机里面需要这些东西。好，所以你要缺少这个稀土磁铁的话，会让曝光机的设备的精密运动完全失效。所以以艾斯摩尔过来说，没稀土它就断供了，就完蛋了。所以呢，稀土非常重要。再来就是说，我们知道很多汽车零组件里面，譬如说我就讲汽车的这个所谓它需要所谓锰啊。那需要这个锂啊，这些都是所谓稀土元素，这些都是你需要的东西。所以就说没有这种东西，这完全没办法运作。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极紫外光机，甚至它的连雷射器里面来说，它采用什么乳掺杂这个乙跟铝的这个石榴石的晶体。你看这个乳也是这个所谓乙也是这个所谓特殊的稀土，所以呢，它里面每一个东西都需要。所以你知道中国这个进去之后，你看艾斯摩它要写多少？它要写一大堆曝光机的对准系统、镜头调节器，还有上面这个所谓机械手背等等，这一个机器里面要写的就非常非常多。我这样数就快17种了。对，所以我就说，光是艾斯摩尔它就要写多少的这个所谓的报告去。所以为什么各国都会跳脚，就是这样啊？你这个根本是让大家很麻烦，因为你每一个元件几乎都要加，我就要写的话，形成非常大的问题。好，那我就讲。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受到很大影响，汽车产业也是。
为什么？我们就说汽车产业里面很多，我们讲音响里面它要永磁的话，它要加入磁铁；马达它要这个电动的话，它也要加入磁铁稀土。好，那我讲现在怎么样呢？很多公司都已经接受到这个中国要管制之后呢，它就不供货给你。我们这几天不是讲安氏半导体吗？荷兰公司安氏半导体。安氏半导体它怎么做呢？因为我讲美国不是说你这个荷兰安氏半导体的 CEO 你要换掉的，不然你会变成我制裁名单的人。对，按照中国就反制你。中国怎么反制？安氏就说，我们很多那个零组件都是来自中国，需要中国的稀土。那现在呢？不好意思，我们就不要卖到欧洲去了。那因为它很多东西都用在汽车电子，包括说汽车车灯，还有汽车电子都在这里面。所以他就说，反正你要我换 CEO OK， 那反正中国现在有管制，那我就不要给你的一个状况。那你知道吗？安氏半导体其实是整个汽车产业一个非常小的公司但是因为它在电晶体还有包括二极管里面的基础晶片领域，该公司是市场领导者。那因为它这样就卡住了，所有的汽车就没办法。它在这个市占率大概40%。你说一个小公司，但是它竟然拥有40%市场的份额。其实它只是一个小零件，但你没有这种小零件呢，你的整个电力系统都没办法运转。那这个中国就卡住你，他就说我们有稀土的问题就卡住你哈。所以你看，它现在变成什么？福斯、宝马就是 BMW， 还有 Mercedes 就是宾士，还有旗下拥有 Jeep 啦，还有这个非常多的品牌 Stellantis 就说，我们跟供应链在沟通啊。所以呢，这些公司马上就写信给日本这个中国说，你不要这样做啊，你这样做不是就不行。所以呢，这只是一个小公司哦，小公司就可以卡住整个汽车产业链。你看，所以全世界都因为这件事情火大了。对，没错，不找麻烦吗？对啊，我就想，你这样等于是你卡住了欧洲的电动车，卡住了美国的汽车产业，所以葛里尔说的也不是假，你真的会这样。所以你看，《华尔街日报》就说了，晶片短缺警报再度拉响，汽车行业陷入恐慌，就是因为安氏半导体用所谓的他说，我用很多中国的稀土，我不要出货给你，我要审批，他就这样卡住你。好，所以你知道。这欧盟当然火大，所以欧盟现在当然要跟美国站在一起，说，你要帮我出这个拳啊，你要打中国啊。所以你看欧盟现在还说什么？他都考虑对中国投资采取所谓的强制的这个技术转让。什么意思叫技术转让呢？我们要过去中国用这样的方式，中国就是说你要来我们中国投资可以，你可能要这个让我们中资的入股50%，那你要技术转让给我们，他就用过去这一招。所以中国的这个汽车产业就是这样崛起的嘛。可能福斯啦、这个奥迪当时给他很多技术，他现在就这样，你中国来投资我可以，你要转让技术给我，用你的方法对付你。一样，就是说你中国用什么方法，我用什么方法对付你。所以你看，现在欧洲也对中国强硬起来了。所以呢，现在欧洲的态度跟过去不太一样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所谓的美国就说我要赶快拉我的盟友的一个状况。好，那还有更尴尬的是什么？更尴尬是，连巴基斯坦都要离中国而去。真的假的？真的，他们是兄弟耶。对，没错。好，那你知道，事实上这个之前不是媒体有报道吗？媒体有报道，就是因为巴基斯坦呢跟美国输出第一批的这个矿物，这个稀土矿物，然后签了5亿美金的合作协议，然后将对美国跟巴基斯坦两国产生重大协议。没有吧？你看到林健怎么说？外交部发言人。上述报道要不是罔顾事实，就是猜测，甚至是挑拨离间，毫无根据。对，他说什么？这种事，我们跟巴基斯坦是铁杆友谊，铁杆兄弟。然后巴基斯坦这个领导人是送给这个美国领导人的矿样，事实上是工作人员采买的宝石原样。你说的是这一张照片，这根本不是什么签什么相关协议。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东西？这个只是一个矿样，宝石原样。对，你们想太多了啦！真的想太多吗？当然没有。好，我跟他讲为什么要送过去。这是巴基斯坦呢，他在今年9月25号的时候送到美国的送到白宫办公室哦，给川普看哦。它里面来说的话，稀土元素大概有18种左右。然后它里面跟你说了，我们送了12种给你，这12种呢都是我们巴基斯坦采到的稀土。它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巴基斯坦有稀土，你要帮我们开采。为什么？那根据巴基斯坦自己的研究，他说呢，我们的这个矿石里面来说的话，如果完全开采出来，你知道有多少金额吗？有6兆美金。6兆。那你说巴基斯坦想不想开采？当然要啊，当然想啊，我要钱啊。对，但是你看他找中国，中国会不会帮他？中国当然表面上会说 OK 没问题，但问题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它会让你变成是它的竞争对手？不会嘛？那他还找美国什么意思？美国你有技术啊，我有这个矿啊，你有资金，你来帮我开采。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今年的巴基斯坦陆军所属的这个边境工程局呢，跟美国密苏里州的这个金属战略公司签的 MOU， 也就是他们2个国家要在巴基斯坦新建所谓的矿石的这个加工，所以真的有。
真的有这个协议，也就是说，美国真的要去巴基斯坦开采这些原矿，巴基斯坦需要你。好，所以呢，巴基斯坦的总理夏里夫就说，跟美国合作建立所谓安全多元化的供应链是踏出重要一步，有利于巴基斯坦跟美国两国嘛。这个总理讲完之后，你看到10月2号，对啊，今天已经10月17号，是啊，他们已经发送了首批的稀土关键矿物，对，这不是演的，他10月2号。马上就已经过去了啊！林健说什么？没有，这是假的，挑拨离间，毫无根据。所以呢，中国也很尴尬嘛，尴尬死了。因为巴铁是他的好兄弟，他这个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那我就讲，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来说，T 来说的话，在这个 P 字路省，在这个所谓巴基斯坦这个地方被发现，所以呢，它还有很多矿，然后连这个 USSM 就是美国战略金属的公司，他就说什么，这个合作可以视为美国应用这个关键矿物的第一步，可以加强两国的友谊关系，经济关系，促进友谊。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这样，美国跟巴基斯坦合作，因为什么？我跟你讲，没有错，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巴铁兄弟，但是赵和问你，6兆美金的商机摆在眼前，你到底要还是不要？你跟中国合作可以拿到6兆吗？拿不到的，拿不到，那我就拿这6兆吧，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个国家是什么？阿富汗。对，阿富汗其实我跟你讲，阿富汗他们有调查过，以前美国占领过阿富汗，对不对？美国调查说，阿富汗的这个稀土元素大概有2兆美金，所以现在呢，阿富汗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塔利班政权也跟美国接触，所以才会有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说美国说我要你那个空军基地把它拿回来，事实上各国都要跟美国合作。事实上现在中国真的有点着急。赵老刚才不是讲吗？中国一直出来说，是你美国在那边煽风点火这样的状况，对不对？那美国的确是煽风点火。第一个，他就说，你看你这个稀土造成全世界的这样子，可能全世界供应链会都受到影响。不过我觉得美国也非常有意思，反正他现在也没有骂这个何立峰，他也没有骂习近平，他就骂李成钢。他就说李成钢你是什么精神失常，然后你是失控，对，低级官员，对，与世界对抗，对，精神失常，他骂他狂补刀的，对，骂他，他说他就是什么疯狂，对，他说要让美国陷入什么 hellfire，他是神经病，就这样。好，所以他这样想，他这样讲他的时候，你看中国怎么说呢？中国就说，哎呀，没有关于李成钢的言论来说是严重歪曲事实，又是歪曲事实。对，可是问题是他们不敢讲啊，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的确造成这一波的全世界对中国的这个所谓想法是你造成的啊，所以我才说现在呢，中国这一波的这个稀土元素呢，他原本认为我们邓小平有讲过一句话嘛，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本来稀土就是个武器，可问题是玩过火了之后呢，现在玩火上升。那现在怎么让这个火浇熄？否则你越让这个冲突拉高，全世界反而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那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当然就是站在美国那一边了。所以现在川普呢其实是相当开心，你继续打，反正你只是把你原本的朋友推到我的身边而已。不是，川普跟普丁竟然对话了，通话了。习近平可能真的要出局了，因为他们两个这通电话还是普丁主动打给他嘛。世界的新能源格局就要展开了。这个新能源格局是怎样？把习近平踢在外面。所以从阿拉斯加会面的时候，已经开始在计划这件事情了。到了匈牙利见面的话，恐怕习近平要担心新的能源格局可能真的没有了。俄国跟美国真的联手起来了。我们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大家都在演戏，大家都在走过场，都是为了什么新的能源格局做准备。你看，川普不是威胁说，印度你不要跟俄罗斯买石油了，你只要不买石油就可以逼俄罗斯停战嘛。可是他同时也讲一句话，印度的总理他承诺说，这2天的事情承诺如果停购俄罗斯石油到乌克兰战争结束，那反过来话说什么？只要俄罗斯一同意停战，我就可以买石油啊。再来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跟日本的财长叫加藤胜信，在 G7 的 G7 的财长会议上面，也讨论一件事情其实也告诉他什么，也是最近的事情，也是新的格局是，我也表达一件事情，希望日本不要再买俄罗斯的石油了，支持一起让俄罗斯能够停战，停战之后一样，大家都可以怎样？恢复买俄罗斯的石油。如果从日本跟印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普丁一停战，大家都可以买俄罗斯的石油。还有包括台湾，台湾不是我们被点名吗？我们表面上反对，我们实际上反对俄乌战争嘛，我们可是实际上在买所谓俄罗斯的石油嘛。我们从俄罗斯进口轻油、石油提炼的产品进来之后，我们把它提炼成为10万产品卖到美国啦，卖到欧盟啦，卖到英国。从今年开始大量增加，这个词很重要。从今年开始大量增加我要告诉大家了，包括印度跟日本的石油
到底是俄罗斯的石油还是日本跟印度的石油？其实，在加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他们那时候在谈什么，你知道吗？谈的是萨哈林1号的这个投资案，这个油气投资案到底能不能还给美国人？而且这个投资案从1995年开始投资的，谁是最大股东？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再来还有2石油公司，以及日本跟印度。后两者到现在还在参与该项目，日本跟印度都还在这个项目中，也就是说，他们买的不是俄罗斯的石油，是产在俄罗斯自己印度跟日本的石油。其实这个石油本来就是在库页岛这里生产的萨哈林2号、萨哈1号跟2号，其实是人家自己印度跟日本投资去新建的，它本来就可以分配石油回去了。所以后两者到现在都在参与该项目，还在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其实进口是自己投资的石油。然后俄乌战争发生之后，西方企业纷纷撤离俄罗斯。埃克森美孚本来是要把股权全部卖掉，结果俄罗斯禁止他卖阻止他不要卖股权然后把它冻结起来。埃克森当然说是强制征用，其实还是他们的。结果从今年1月开始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川普就任之后，埃克森跟俄石油关系开始越来越紧密，并且讨论双方怎么合作。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恐怕又要再重新启用了。不是重新启用，其实现在卖到世界各国了，包括我们台湾的石油，很多人其实是美国企业卖过来的，所以你不要误会，我们台湾支持俄罗斯，支持战争，其实我们买的是美国人在俄罗斯产的石油，印度人买的是印度人产在俄罗斯的石油，都是自己的石油。大家现在都在走一个过程是什么？拿个楼梯给普丁下，叫普丁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我愿意停战，那我马上就可以怎样？石油就可以恢复了。所以我们来看当初他们在阿拉斯加谈的是什么？握手的时候，我们大家只看到 B2 轰炸机飞来飞去，很精彩嘛。可是台面下发生了哪些事情？我来告诉大家。峰会讨论完之后，其实让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重回库页岛的萨哈林1号，普丁的当天马上就签署一个协议，我马上允许外国公司入股埃克森美孚撤退之后的萨哈林项目，他就可以回来了，他就解除这个，只要你愿意答应什么条件，答应条件包括提供海外的设备，因为俄罗斯现在没有设备跟技术，以及游说解除制裁。制裁其实是要游说的，所以也必须要酝酿写成一个剧本，让大家愿意接受俄罗斯的石油重新回到市场。所以这一场会面第一件事情是让美国人的石油公司重新回到俄罗斯，掌握俄罗斯的石油，再把它卖出来。还有再来，俄方要能够拿到美国的液化石油天然气的设备，这很重要。为什么普丁要跟川普说我要液化天然气的设备？他要跟美国人合作，怎么样？开采天然气设备，希望美国人去投资。那美国是要干嘛？买他的核动力或租用他的核动力破冰船要干嘛？去阿拉斯加开采液化天然气，超过800公里的管线，因为那边都是冰天雪地，有的是在靠近北极这边是有结冰的，是必须要破冰的，所以有了俄罗斯的破冰船，就可以卖天然气，开采天然气卖给我们。这代表怎样？美国跟俄罗斯要在天然气跟石油上面开始展开合作，在阿拉斯加的时候已经谈好世界的新能源格局，谁在这场战争新的格局里面出局？我告诉你，看这个新闻就看懂了。没有中国嘞，没有中国，所以为什么普丁会开个条件，你要提供天然气设备跟设施给我？那来看美国的动作就很清楚了。这是1月的时候，他们8月见面，1月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就制裁参与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这个是一个像建造跟运输的中国公司，他要制裁参与这个项目的中国公司。对，问题这是人家俄罗斯的，俄罗斯的人家的投资，你要制裁什么啊？他表示参与诺瓦泰克的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的建设的公司，其实是中国公司，里面的包括相关的液化天然气的所谓的开采跟相关的设备，其实是中国公司做的。那这就是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美国提出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普丁，你必须配合我怎样制裁中国公司，不要让中国公司继续投资北极的天然气，也就是说，把中国的势力踢出北极的石油跟天然气的开采，用谁的？
用美国的势力、美国的设备，美国跟俄罗斯要开始合作，一起合作天然气的开采跟油气的开采，让艾克森美孚公司进来，然后一起制裁中国的公司。所以新的世界格局，只要普丁怎样答应停战，就不一样了。对，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走一个过场，大家都在游说怎样解除制裁。所以当初那句话很有趣，他说要游说解除制裁嘛。所以这2天，川普马上就跟芬兰总统见面了，做什么见面？做什么事情？要采购大量的破冰船。为什么？美国要强化北极地区的国家安全，甚至他要开始到北极怎样开采天然气跟石油，包括他自己阿拉斯加这边的天然气跟石油。然后他也更不希望是俄罗斯跟中国在这里合作开采天然气跟石油嘛。所以这通电话通了之后，我们难怪中国看到会吓死了。这普丁跟川普，你们真的要达成协议，真的要把我踢出去了。所以从阿拉斯加的时候就已经在想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在想了。接下来匈牙利就会看到，因为中国稀土得罪了印度、得罪了日本这些国家，所以全部大家都在配合演一场过场。只要普丁答应俄乌停战，中国恐怕就要在世界的新能源格局中出局了。因为现在普丁跟川普这一通电话，习近平真的压力非常大。为什么？这一通电话是代表一件事情，他们确定是要见面。这个见面是什么？是在 APEC 之后，等于是习近平跟这个所谓的川普见面之后，他们要见面。等于是我根本不知道你们还要再聊些什么。这个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他的内部压力更大。为什么说内部压力更大？原来贝森特讲的说中国内部很乱不是假。今天竟然在世中全会前，我们都知道世中全会前一定非常乱，一定非常斗，一定非常杀，不怎么。但我没办法想到是今天传出的消息是何卫东、苗华等9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军籍，就在世中全会前真的是给杀下去了。对，世中全会是10月20号开议哦。10月20号之前，你看今天来讲的是礼拜五，他们也是用礼拜五来做事情。礼拜五17号、18号、19号放假嘛，哦，17号来讲的话，你看他就是这样一刀砍下去。你知道砍9个上将是代表什么意思？一个上将底下有多少中将、少将，还有校级军官等等一串的军官拉起来，这个系统总共有5大系统，全部被整肃啊！这5大系统来看，不只是何卫东、苗华，你看这个所谓王春林武警系统的，还有之前李玉超，后来李玉超走了之后，现在换了个王厚斌也不行了。现在整个来讲的话，9个上将有好几个都在中央委员会，所以它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一次中央委员会之后呢，要不要谁候补中央委员，也都在下个礼拜的这个中央委员会4中全会当中来做决定了。那这就代表一件什么意思呢？这个到最后真的卡到最后一关，习近平终于签下去了，这些人全部砍头。而且今天他写的很严重，你看到我今天念了，他说这9个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相关党内法规跟法律法规，党中央决定给予9人开除党籍处分。对，然后我们知道说，他讲的这句话呢，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共来讲，党籍是最大的。对，以党领政的概念，各位要了解哦。如果说党没有出手去开除他党籍的话，他的司法机关是不能去审判他的。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他下面也讲得很清楚，我今天已经开除他党籍了，他军籍也把他开除了。这时候呢，把他们送所谓的军事审判法庭，还有送这个一般法庭来处理，也就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评估啊，大概要么是无期徒刑，要么就死刑了。因为涉及巨大的重大的这个所谓的巨贪呐，它里面有提到巨贪的概念哦。对。但是呢，事实上真的是巨贪吗？我都怀疑哦，这些人哦，基本上都可能涉及到叛变。忠诚上的严重问题，因为中国解放军、中国官员来讲，哪一个不贪啊？那问题是说，你看像这个所谓的武警系统的这个司令，他现在也是被下马了啊？为什么呢？王春林，他以前是守卫这个所谓的首都京都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干部嘞，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可能这些人呢，在密谋不知道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结果全部被抓起来了。那你看到何卫东，他是什么副国级的嘞？副国级的话，真的是位高权重，他的位置是比同像什么，跟李强一样，他的国务院总理一样高的嘞。所以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一个端倪，就是说中共内部这种权斗来讲的话，非常非常严重。而这9位上将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这是军方的我们外交系统对，其他系统对也是要一并处置。你看到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那个刘建超还是被抓起来，现在不晓得人到哪里去了秦刚人呢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现在来讲风声鹤唳啊，而今天压在最后一天哦。那把这个9个上将砍出来了，这个新闻来讲的话是晚间才出来的，就代表说习近平到最后来讲的话，真的是挥泪斩马谡。他当然不砍的话不行啊，不砍的话，其他派系怎么讲？我砍下去的话，我自己自断手脚啊，所以他其实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啦。我知道现在习近平心中一定非常非常难过啊，难过什么事情？我拉拔起来了，结果今天一个一个都变成这个样子，然后都是纪委要去处理。但是你知道，如果不处理的话，内部反派势力就告诉你说你用的人都这样子。你自己为什么自己的嘴巴不刮干净？这个胡须不刮干净，自己的嘴巴自己的人马都变得搞成这样子。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习近平。而至于说他看到川普又跟普丁那边眉来眼去的通电话的事情来讲的话，他心里更加不安呐。我内部没有人可以挺我外部来讲的话，有可能被人家出卖。那这个对他来讲的话，他的执政路途来讲的话，他当然是。不要讲说那个150岁的什么长生不老药啦，他可能现在来讲的话心力交瘁了。瑞德哥，我们现在看到南美洲也太乱了。我刚刚看到现在委内瑞拉已经被美国完全盯上，结果还有一个国家厄瓜多，你看到厄瓜多它本来是亲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结果没想到他们现在连续的爆炸案件炸来炸去，吓死人的这个画面。结果现在厄瓜多他不是找中国求救，他现在没有办法了，赶快找美国求救。救救我啊！那么，因为厄瓜多本来是中共的这个铁杆兄弟之一啊，在南美洲啊，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重大的这个汽车炸弹的爆炸案呢？其实跟厄瓜多呢，那么开始取缔相关的帮派啦，因为它本来就有游击队。那么也刚刚讲的哥伦比亚有关系，因为哥伦比亚政府在大举的扫荡毒枭嘛，所以呢一些帮派就流亡到这个厄瓜多来了。因为厄瓜多政府以前对这些帮派呢、这些毒贩呢，比较没有像哥伦比亚政府的那么凶，就没想到呢，那么这个厄瓜多的这个总统啊，这年轻总统啊，这个画面很吓人的，汽油炸弹直接炸进去的。那为什么他们的黑帮、他们的帮派要这么凶啊？因为这个年轻总统呢，就下令去取缔这些这个非法的厄瓜多境内的非法矿产。对，那你知道这非法矿产是谁在赖以为生的？黑帮，是黑帮赖以为生的。那我赖以为生是这些矿产，你不要小看那些矿场啊。那么一年单单合法的生产外销超过金银铜这些超过这个30亿美金。那么其他的非法的更不可数计嘛。所以你把我的金源给断了，我就让你难过。所以呢，你要看上，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啊？在它大型的百货公司的这个购物场的外面，我直接在里面，那在这个百货公司的外面呢，直接放汽车炸弹，而且一开始呢起火的时候，有一个计程车司机还很好奇，你知道吗？他看了一下，还拿手机想要拍。他这个动作，他第一个动作应该要逃，对不对？对。他站太近了，结果他没想到，我们再看到，先有一点火花，然后没多久先有一点火花嘛，然后没多久大爆炸。结果这个计程车司机站太近了，结果等到大爆炸的时候，他就当场被炸死在那个地方。他被那个炸药的那个冲击波，对不对当场那个威力给炸死了。然后旁边很多人也被那个冲击波，你看那个玻璃附近的玻璃很多都炸碎。所以呢，那么后来在旁边又发现另外一辆车子里面也放了一大堆的这个相关的炸弹。那么后来呢，那么厄瓜多的这个警方把它成功的把它给拆除那他们不是只有炸这个所谓的百货公司购物中心的外面而已，最近接二连三炸很多地方，包括哪里？包括桥梁，包括厄瓜多的连外的各个桥梁。各位，炸桥梁的黑帮炸桥梁这个让我们觉得那不是连桥梁也炸。我以为是在打什么军事战争，以前内战的时候才会发生嘛。现在这都黑帮，这都是帮派分子干的，真的去炸这些桥梁，而且炸了以后呢，导致于你看不要小看那个桥墩，对不对？很多被炸到桥墩那个钢筋都裸露，有的那个钢筋都已经扭曲变形了，有可能桥墩会断掉，然后桥就直接都断裂了嘛。所以你就知道，接二连三搞这么多动作，就是告诉政府我北送了，我不爽了。你敢给我把这个非法的矿场我的经脉给断了以后，我就让你难过。那你以为这样就算了？没有，不是这样就算了。为什么呢？
他们还干脆直接朝着总统的这个相关的座车开枪啊！真的假的这个总统的座车开枪，真的中弹的。他们的消息啊，他们只要黑帮买通的相关消息，知道这个总统呢，那么他的车队要经过哪些地方，所以他就朝总统的车队直接开枪，还有弹痕啊，还有中弹，还有弹痕啊。这些的窗户挡风玻璃。还有碎光光了。这时候，厄瓜多的总统本来他们跟中共是好朋友，这厄瓜多的总统呢，他就说他要来一个全国的公投。为什么全国的公投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厄瓜多政府呢，在大概10几20年前啊，通过一个宪法，通过宪法的修正案，把世界各国境外这个势力呢，军事的势力赶出去，对，然后不可以设有任何的军事基地，其实叫美军呐。然后就把它全部都赶出去了厄瓜多从此以后就靠自己的能力了金马西亚。现在国家变成动荡不安，又有游击队，又有帮派，而且帮派来势更凶，比这个游击队还狠呐。那怎么办呢？他现在要搞全国公投，全国公投废掉这条，要把美军跟美国的基地引进来。厄瓜多最近干了一件事，控告老共相关的这个等于说“一带一路”先去告中国的，去告为什么？因为呢，控告中国水电公司啊。中国水电公司在厄瓜多，因为中国“一带一路”事实上呢卷入其中。这个总统其实在今年啊，所以今天也访问过这个中国，跟习近平也见过面。当然签了一个，包括刚刚讲的矿产啊、水电啊、电力啦、能源等等嘛，签了很多的约。那么中国水电公司帮他们弄了这个造价30亿美金，大概900多亿台币啊。那么帮他盖了这个水力发电厂。对，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中共不敢承认、不愿意承认、不愿意面对，但是存在的东西叫豆腐渣工程啊，你知道吗？2016年这个水力发电厂成立的时候，已经落成的时候，还邀请到中共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来演讲，来这个水力发电厂这边演讲啊，帮厄瓜多大家是兄弟之盟啊，攻击一大堆嘛。短几年。你知道这个水力发电厂它有多少个这个裂隙吗？它有8000多个裂隙，它有8000多条的裂隙，就一条一条的裂隙，那个要垮了，要毁了。那厄瓜多下了，没办法了，他就跟中国水电公司求偿。那么他求偿的金额是5亿8千万的这个等于说美金呐。最后。那么对方这个中国水电愿意支付4亿美金呐，跟他达成和解。不过你拿到这4亿美金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力发电厂呢盖好，本来它最少要用50年，它现在大概估计只剩下15年的寿命，这就是厄瓜多现在内忧外患所面临的残酷事实。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